朱元璋从农民到皇帝。1368年，南京城，一个40岁的男人站在城楼上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。他刚刚赢了一场持续了20年的战争，统一了一个相当于整个欧洲大小的国家，建国号大明，年号洪武。从这一刻起，他成了天下的主人。这个人就是朱元璋。但如果把时间往前推23年，谁也不会相信，这个父母死了都没有地方下葬的穷小子，能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。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他的故事。朱元璋1328年出生在安徽凤阳，一个叫钟离的小地方。朱家是外地逃荒过来的，没有土地，也没有什么亲戚。朱元璋他爹叫朱五四，他娘陈氏，两个人靠给地主干活养活5个孩子。那时候穷人家孩子多，为了好养活，常常用数字起名。朱元璋排行老4，他爹一琢磨，就给他起名叫朱重八。至于朱元璋这个名字，那是后来的事。朱重八从小给地主家放牛，是个孩子王。他心眼多，胆子大，村里的孩子都服他。朱家人靠出力换口饭吃，日子虽苦，但还能勉强过下去。但在朱重八17岁那年，一切都变了。1344年，凤阳大旱，几个月不下雨，地都干得裂了口子。紧接着蝗虫铺天盖地，落到田里，把本就稀稀疏疏的粮食吃得一干二净，庄稼颗粒无收，百姓靠啃草根、树皮活命，饿死的人随处可见。朱家也没逃过这一劫，短短几天，17岁的朱重八一下子失去了4个亲人。人死了得埋，但怎么埋？朱家没有坟地，也没钱买棺材。朱重八和二哥跪在地主刘德家门前，大门开了一条缝，一个冷冰冰的声音传出来：“你爹娘死了，关我什么事？”话刚说完，大门啪的一声又关上了。刘德是他们的东家，这些年朱家一直给他干活，兄弟俩跪在地上拼命磕头，额头都磕出了血，只求东家给块地，让爹娘能入土为安。17岁的朱重八跪在地上痛哭不止。就在这时候，邻居刘继祖站了出来。刘继祖家也不富裕，但看这孩子实在可怜，就说：“重八，我家有块坡地，平常也是闲着，你拿去葬了你爹娘吧。”这份恩情让朱元璋记了一辈子。后来他当了皇帝，封刘继祖为懿惠侯，恩及后世，子孙得以世袭。当然这是后话了。父母的坟地有了着落，朱重八两兄弟感恩得痛哭流涕。他们赶紧用几件破衣裳包裹了亲人的遗体，再请几个乡亲帮忙抬着往山上走。走到半路，忽然风雨大作，雷鸣电闪，整个天像塌下来一样。大家只好先找地方躲雨。等雨停了，大家回去一看，尸体竟然不见了。原来暴雨引发了山体滑坡，泥土正好把尸体给埋了。人们管这叫天葬。信命的人说这是天命，不信的人说这是巧合。但无论巧合也好，天命也罢，关键是朱重八没有被绝境击垮。就在这时候，朱重八忽然想起村子后面有一座庙，叫黄觉寺。庙里清苦，但好歹有口饭吃，于是他去当了和尚，在庙里扫地、挑水、做饭，干最累的活。庙里老和尚看他聪明，教他认字念经。这也是朱重八17岁之后难得的一段安稳日子。但这样的好日子
没过多久，方丈就把他叫过去，说寺里也没粮食了，你出去化缘吧。就这样，朱重八拜别了师傅，背着个破包袱离开了黄觉寺。从此他成了一个游方僧。什么叫游方僧？简单说就是到处流浪，到处讨饭，只要有口饭吃，去哪里都行。睡桥洞，啃树皮，裹着一件破僧袍，在寒风里冻得发抖，有时候连自己能不能活到第二天都不知道。有一次他到一个村子，刚走到人家门口，狗就扑上来咬了一口。这时候主人出来了，结果呢，不是赶自家的狗，而是冲着朱重八大喊：滚，脏手别碰我家门。不过这世上也有不少好人，有些穷人看他可怜，虽然自己都吃不饱，还会分给他半碗稀粥。就这样一走就是几年，朱重八走遍淮西一带的大城小镇，受尽了人间冷暖，生活的历练让他迅速成长。他就像一块吸水的海绵，把走过的每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、山川道路全记在脑子里。一路上他还结识了不少敢作敢为的好汉朋友。人这一辈子没有白吃的苦，这些经历最终都成了他日后安身立命的本钱。话说回来，那时的元朝乱象丛生，官府盘剥严重，老百姓被逼到绝路。大家在村子边竖起旗子，上面写着天高皇帝远，民少相公多，一日三鞭打，不反待如何？起义军揭竿而起，一呼百应，有很多民间组织，像白莲教、弥勒教之类的，也站出来造反，时局非常动荡。朱重八就在这样的世道里兜兜转转了几年。1352年，25岁的朱重八又回到了黄觉寺。回来没2个月，就有人给他送来一封信。写信的人叫汤和，是朱重八从小的好朋友，他从小一起上山放牛、下河摸鱼的兄弟。信很短，里面写着：兄弟，别当和尚了，跟我们干，有肉吃。朱重八知道汤和在说什么。汤和参加了红巾军，是造反派，跟我们干就是说来造反，一起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拼命。那一夜朱重八一宿没睡。黄觉寺大殿里面有求签筒，他在菩萨像前敬香，跪下来虔诚地求佛菩萨给自己指一条明路。他先问留在寺院好好修行会如何，结果抽到的签是大凶。那继续云游呢，结果还是大凶，这简直是没路可走啊。朱重八咬咬牙，心想干脆哪里凶险我就去哪里，结果签文平安大吉。朱重八盯着那支签愣了半天。就在那个晚上，他离开了黄觉寺，去亳州投奔汤和。在那里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大贵人郭子兴。郭子兴是当时亳州红巾军的重要首领，人称郭大帅。郭子兴家里有祖传的橡树，他仔细看了朱重八的面相，觉得这小伙子眼神明亮，有股英雄之气，于是就留他在身边打杂。朱重八做事利索，脑子又快，郭子兴越看越喜欢。有一天，郭子兴说：朱重八，我给你起个名字吧，就叫你朱元璋。朱是朱砂的意思，元就是元朝，璋是一种祭天的玉器，像宝剑一样锋利，连起来就是灭掉元朝的那把利剑。从这一天起，朱重八有一个真正的名字，朱元璋。加入红巾军不久，朱元璋就上了战场，这是他人生第一次打仗。出发前一天晚上，
他躺在营帐里，根本睡不着。外面有老兵在磨刀，在夜里格外刺耳。第二天一早，鼓声一响，进攻开始了，喊杀声震天，箭像雨一样飞过来，旁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去。朱元璋拿着刀，手抖得厉害，但不往前冲就得死，怕也得上。人被逼到绝处，就只能拼命。这一仗，红巾军赢了，攻下了一座城。朱元璋不仅活下来了，还因为拼得勇猛，被提拔为小队长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红巾军不断攻城夺地。那时候的战争很简单，也很残酷。一座城打下来之后，通常就会发生3件事：杀人、抢粮、抢女人。有一次，其他人都在抢东西，朱元璋却跑去俘虏营，跟那些被抓的士兵说话：“你们也是穷苦人出身，当兵也是为了混口饭吃。现在你们的长官跑了，留在这儿也是等死。兄弟们，我给你们2条路，一条是我放你们走，回家种地；另一条是跟着我干，以后有肉吃。”朱元璋手下的人不理解，他们是敌人，留着他们干什么？朱元璋说：“今天是敌人，明天就是兄弟。”这是朱元璋的心胸和气量给人活路，对别人好，自然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心甘情愿地跟着他一起冲杀拼命。也正因为朱元璋这种性格，郭子兴越来越器重他，后来干脆把自己的养女马秀英许配给了他。马秀英相貌并不出众，但人非常聪明，从小喜欢读历史，看人看事儿都比一般人透彻，而且他对朱元璋是真心好。那时候朱元璋的感觉简直就像天上掉馅饼，自己流浪多年，如今不仅得到郭大帅的赏识，还娶了妻子，终于有了一个家，这种感觉实在太幸福了。不过命运没那么简单，福与祸互生互变，往往难以预料。在乱世里，一个人太能干就容易招祸。朱元璋能打仗，大家都服他，可名声一起来，流言就跟着来了。有人说他野心大，有人说他要夺权，有人甚至故意在郭大帅耳边添油加醋。听得多了，郭大帅也开始怀疑朱元璋想夺权，就把他关起来，还断了他的饮食。朱元璋在牢里知道这次可能真的完了，可他没有绝望崩溃，也没有怨天尤人，他只能耐心等待命运的安排。妻子马秀英心疼朱元璋，偷偷跑到厨房拿了几个刚出锅的炊饼，想给他送去。炊饼烫得不行，就把饼塞在怀里，藏在衣服里面。为了让丈夫吃上一口热饼，马秀英胸口的肉都被烫焦了。朱元璋看到马秀英的伤，当场就哭了。他突然明白，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是真心对他好的，这种真情比什么都值钱。后来马秀英又找机会在郭子兴面前替朱元璋解释，两人的误会慢慢解开，郭子兴最终把朱元璋放了出来。可朱元璋刚被放出来不久，新的麻烦又来了。当时的红巾军并不是一支统一的军队，而是许多起义队伍拼在一起的，表面上是盟友，实际上谁都提防着谁。在亳州附近还有一支起义军，首领叫孙德崖。孙德崖手里有几万兵马，一直想吞并郭子兴的部队，于是他找了个机会把郭子兴扣押了。消息传回军营，大家一听郭大帅被扣，军心大乱。朱元璋把大家叫到帐前，说得很平静，郭大帅在那边做客，什么事都没有。3天之内，大家守住阵地，将来都有奖励。如果3天后大帅不回来，你们想走，我不拦。朱元璋骑上马，直奔孙德崖的大营。一番谈判，孙德崖最后松口说，郭子兴可以放，但要留下朱元璋做人质。朱元璋连想都没想，
就答应用自己的命换郭子兴回来。郭子兴回到军中，立刻整顿兵马，反手出击，救出朱元璋。这件事之后，郭子兴对朱元璋的看法彻底变了。不久前，他还怀疑朱元璋，可自己一出事，朱元璋却不顾生死把他换了回来。这个人关键时刻靠得住，是真英雄。于是郭子兴做了一个决定，让朱元璋自己去招兵。朱元璋想了想，决定回一趟老家凤阳。消息很快传开了，很多人都跑出来看。当年那个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的朱重八，如今已经成了红巾军的将领。朱元璋站在那里，看着乡亲们说：“各位乡亲，我朱重八你们都认识，以前给人放牛的。这世道已经乱成这样了，不拼一把也是等死。你们愿意跟我走的，咱们一起去拼一把，将来大家有酒喝，有肉吃。”就这么几句话，结果很多人一听，行，跟你走。短短几个月时间，朱元璋在凤阳一带就招到了400-500人。后来这批人里有22位成了明朝的开国上将军，他们在历史上有一个响亮的名字——淮西22将。可在当时，他们不过是一群穷得没退路的年轻人。接下来的3年里，朱元璋带着队伍四处征战，几乎没有停过。滁州、河州、太平，一座城一座城打下来，队伍不断壮大。1356年，29岁的朱元璋率军攻下吉庆，也就是今天的南京。从这一刻起，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提着刀冲城墙的小队长了。南京在他手里，周围几座城池也归他管辖，帐下几万人马，走到哪儿都有人喊一声朱大帅。这听起来很威风，可朱元璋心里很清楚，自己的处境并不轻松。北边是元朝，朝廷腐败，天下动荡；南边更乱，各路势力割据。其中最强的2股势力，一个在西边叫陈友谅，号称有60万大军；另一个在东边叫张士诚，占据江南最富庶的地方。而朱元璋正好夹在这2股势力中间，兵力最弱。那段时间，陈友谅和张士诚忙着互相争地盘，打得不可开交。有一次，朱元璋的手下忍不住问他：“大帅，咱们不出手吗？”朱元璋心里明白，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。如果太早露出锋芒，所有的矛头都会对准自己。于是他没有急着扩张，而是默默发展，修城墙、囤粮食、练兵，低调做人。打天下不能只靠刀，还得靠脑子。于是朱元璋开始招贤纳士，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就是军师刘伯温。刘伯温是个隐士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。慢慢的，他身边聚起了一群人，有人懂兵法，有人会算账，有人善于劝降，各有本事。几年之后，一场真正的考验来了。1363年，陈友谅的大军顺江而下，直逼洪都，也就是今天的南昌。洪都是江西重镇，守城的是朱文正，朱元璋的侄子。消息一路急报传到南京，陈友谅气势正盛，兵多船大，谁都知道这是硬仗。过了一会儿，有人低声说：“咱们只有几万人，要不避一避吧？”也有人说：“咱们去打张士诚，他兵少。”众人七嘴八舌，各有主张。朱元璋却一直没说话，只是坐在那里听着。等大家说的差不多了，他才慢慢开口说：“打陈友谅。”这句话一出口，大家都觉得他疯了。朱元璋却很平静，他说：“这一仗躲不了，洪都失守，下一步就是南京。张士诚这个人气量小，我们去打陈友谅，他一定会坐山观虎斗。但陈友谅这个人不一样，他有野心。
如果我们先打张士诚，他一定会来插手，到时候两面夹击，我们必死无疑。说到这里，他看着众人，又补了一句：陈友谅虽然兵多，但他现在日子过得太好了，他是想着当皇帝，过帝王的日子。咱们不一样，咱们是穷光蛋，是土匪，是饿狼。饿狼遇到了肥猪，肥猪必死无疑。众人一时都没有接话，前面大家争来争去，只有一个人始终没开口，那就是刘伯温。朱元璋看了他一眼，忍不住问：先生，你怎么看？没想到刘伯温站起来，宝剑一抽，啪，一剑下去，把桌子角砍掉了。他说：第一，后退者斩；第二，打陈友谅。帐里一片死寂。刘伯温又说：我观天象，陈友谅必死。朱元璋点了点头，这一仗他已经决定了。1363年秋天，真正的决战开始了。朱元璋和陈友谅的两支大军在鄱阳湖相遇了。鄱阳湖水面辽阔，几百艘战船铺在湖面上，一眼望不到头。陈友谅用的是当时最强的战船楼船，船高3层，上面能站几百人。楼船一字排开，从远处看就像一排飘在水上的城墙，攻击力非常强。朱元璋的战船呢，大多是小船，船轻速度快，但一旦被巨石砸中就会翻。战斗一开始，朱元璋就吃亏了。陈友谅的楼船居高临下，弓箭手不断射箭，还有士兵往下砸巨石，湖面上到处是碎木和帆船，小船被压得节节后退。就在这时候，刘伯温忽然大喊：大帅，赶紧换船！刚过去没多久，原来那艘船就被巨石击中，轰的一声翻进湖里。众人倒吸一口凉气，幸亏刘伯温观天象，救了朱元璋一命。但大战才刚刚开始，接下来的几天，鄱阳湖上战船纵横，厮杀一刻都没有停过。陈友谅的楼船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，朱元璋的小船虽然灵活，却始终很难靠近。再这么打下去，朱元璋这边迟早要吃大亏。就在这时，有谋士提出火攻大帅，咱们的小船装满火药，等风向对了就顺风冲过去。陈友谅的船大，跑不快，只要烧起来他就完了。朱元璋听完只说了一个字：好。几天后，风向突变，朱元璋立刻下令20多艘小船堆满了稻草、火药、硫磺，浇上油，点着火，20多艘火船顺风冲出，远远看去就像20多颗燃烧的火流星，直扑陈友谅的楼船。陈友谅的船又高又大，船与船之间还靠得很近，一艘烧起来很快就连成一片，湖面上顿时一片火海。整片船阵开始混乱，船上的士兵想跳水逃命，但身上盔甲太重了，跳下去就沉了。这一战陈友谅损失惨重，楼船被烧毁了20多艘，士兵死了2万多人。陈友谅原本打算速战速决，可火攻之后他不敢贸然进攻了。他把剩下的战船集中在一起，想拖时间，但他没想到鄱阳湖那一年秋天干旱，水位下降，他的大船搁浅了，动不了。朱元璋这边呢，小船吃水浅，可以靠岸补给，就能打持久战。就这样，两军对峙了1个多月，陈友谅的大军粮草越来越少，军心涣散，这么耗下去必死无疑。于是他决定突围回武昌。可朱元璋早就料到他会走这一步，湖口两岸早已布下埋伏。当陈友谅的船队进入狭窄水道时，岸上的弓箭手同时放箭，箭雨铺天盖地落下来。就在混乱中，一支箭正中陈友谅的头，他当场倒下死了。
鄱阳湖之战就这样结束了。这一仗一共打了36天，朱元璋以20万兵力对陈友谅的60万大军。这一仗打赢了，就奠定了朱元璋统一南方的基础。鄱阳湖之战后，朱元璋没有急着扩张，他用3年多的时间，一步一步蚕食张士诚的地盘。到了1367年，苏州被围，城里粮食断绝，张士诚知道无力回天，就在城中上吊自杀了。至此，长江以南基本平定。1368年，朱元璋下令北伐元朝，大将徐达率25万军北上。那时候的元朝腐败不堪，军心涣散，许多城池几乎没怎么抵抗就开门投降。徐达带兵一路打到北京，也就是当时的大都。元朝皇帝一看大势已去，带着几千人逃回蒙古草原了。统治中国将近100年的元朝就这样结束了。同一年，南京，朱元璋登基称帝，国号大明，年号洪武。那一年他40岁。朱元璋站在城楼上俯瞰南京城，23年改变了一切。他从一个跪在地主门口为父母求一块坟地的少年，变成了天下之主。从农民的皇帝，听起来像个传奇，可中间那23年，哪一步不是踩着刀尖走过来的？哪一步不是熬过来的？父母死了，无家可归，被逼参军，他的命运似乎每一步都是绝境，但每一步他都选择往前冲，磨练自己，在顺境时不浮躁，逆境时不崩溃，成功时不骄傲，失意时不自弃。正是这些苦难逼出了他的潜力，让他实现了人生的逆转。所以人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命运，而是人对命运的态度和当下的每一个选择。听了朱元璋的经历，你有什么感慨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转发。